台湾第一点。往后走，这样会比较有力。好，你也知道我腰很有力，2个小孩。这个看到会疯掉，这个。哇塞，吃虾了。这个床是我们动物福祉的最特殊的地方，它睡在水的上面。水就是进来做个旋转木马，一圈完之后奶也挤干净了，对，然后就很舒服了，哈哈，假崩。这个是四季柠檬，哦，柠檬也可以吗？百香果还蛮艺术的，陶艺家它是西瓜，哦，这是西瓜做的。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秀姑峦溪，大家对秀姑峦溪的认识就是泛舟。没来过的人呢，你可以找天气允许的时候，而且在它风水期的时候，你可以来泛舟。但这一次我们来到秀姑峦溪，没有要泛舟，我们要来看看。它除了可以泛舟以外，它还有什么样的贡献 ？Let's go！ 秀姑峦溪除了泛舟广为人知之外，它还有奇美大峡谷以及秀姑宿玉这2大奇景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去朝圣。而全长100公里的秀姑峦溪不仅是全台唯一一条切过海岸山脉的河川，更是少有未受污染的，因此孕育出的农林渔牧，当然也就更令人安心了。所以从海岸山脉那边，我看到了这条是应该就是秀姑峦溪。对，这就是秀姑峦溪。但是你看哦，从秀姑峦溪一路过来，这里都是养殖池哎。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还没有15，哇，16、17、18，我那边还有，都是养殖池哦。对，这都是我们家的养殖池。都是你家的？对，都是我们家族的养殖池。我之前都会在海岸山脉的另外一边，因为我都会冲浪嘛，中间过来要经过玉长隧道，玉长隧道我们还会经过有一个温泉区，那我也常常会去。然后下来进来玉里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就是走了台九线，然后过到这个中央山脉旁边，我们就可以有，比如说有美食啊。有吃啊、喝啊、住宿啊，甚至加油我都会进来，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边有这么一大片的养殖池。我小时候在这边是养拉，哦，那就跟花莲那边一样，对，它是用奇莱山脉的水，对，你们是用秀姑峦溪的溪水。过没几年，亲戚他们开始养泰国虾，然后发现泰国虾在我们这边也长得很快，然后我们自己本身都很爱吃。现在的产业是市场会比较大一点，包括钓虾场，还有热炒店。对，他们都很喜欢吃。网购呢？网购的话比较少一点。哦，因为泰国虾还是属于要新鲜。对，鲜活虾。曾家人因为想吃虾，所以养虾，而我也喜欢吃虾，所以来当了一日虾夫，亲自了解如何养出美味的泰国虾。你以前都是这样在喂饲料？以前是还没有这台，你没有这台的时候你怎么做？用手人工，然后背着这样，对，喷饲料就对了。对，没错。那为什么像其他养殖池啊，就固定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喷下去，鱼就会过来吃，但虾没有办法。虾是底栖动物，所以它没办法聚集过来，我们必须要我们去找它就对了。对。哦，听说这里有剑衡南北路。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回来的时候还不熟，对，路域比较小条，掉下去，对。现在会掉下去吗？现在不会，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想要就是改掉剑衡南北路，变小豆南北路了，对不对？曾经在日系服饰业上班了4年的建衡，经历了压力极大的工作环境，发觉回到老家有虾陪伴，让他生活更有冲劲，于是就和弟弟2人成为了爸爸的得力助手，一起用最好的水养出最健康的虾。以往都是钓虾呢，我没有这样捞过虾呢。你前面，我来，小豆在后面，好，然后往这旁边，靠边走。我拉过去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子哦。嘿，我被称赞了。电线要，对，电线要从底下穿过去啊，对。哦，那要把它拉起来吗？我拉一下，我找一下它，有的。哦，等一下，来。你一直往沿着边边走啊，我会拉给你一下。好啊。哇塞！来，那这张网子不就要整片1分？一半呐，它会一半，整个一起往后。哦，
懂了。然后虾子就会被集中到后面。这个哈，嘿，挂在身上，挂在腰，然后往后走，往后走，这样会比较有力。好，你也知道我腰很有力，两个小孩。这还好啊，这个很轻哎。往后走，它一样尽量靠着边边哈。靠边沿边边。好，我们终于要跟哥哥会合终于了。要跟他会合。嗨，你好。我们会先放着啊，先收拢，再放上船。哦好。对。哎，这样收起来，等一下我虾要怎么抓起来？等一下就会它就会这样整个收起来，然后一个人负责采虾，然后就会把那个虾子会叼在网子上就对了。对，它底下是包起来的。很难想象。你看我们如果捞鱼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在捞这边脚，已经啪，一直啪一直炸这样。对，这虾没有，虾好像你感受不到，虾有一种在开奖的感觉。对，到最后一刻你才知道会有多少。没有错。哦，难道这个奖是一定会有的，有些奖是不一定的。俗称泰国虾的淡水长臂大虾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虾之一，分布广，经济价值也高，当然也深受我喜爱。自从知道你们玉里有泰国虾以后，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本来进来玉里就是吃玉里面而已啊，玉里面啊，臭豆腐啊，哎呦，开始有重量嘞！哇塞，你这个要一层一层来，叫顺序来。这以往就是灵而不乱，就达到这样子。哎，对，你这样吗？一直收哈，对。这样，哇，就100分了啊！脚哈，靠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个凹的地方，对，然后把它压在底部就对了，压在底部，靠感觉，我们这样一直拿，脚要一直把它拨回来，这个一直收，这个虾子就不会从这边跑掉。哦，对，是这样。好难哦，就在这里，这就诀窍在这里。你的脚对，有没有？找到了哈。好拉，靠感觉，它从你脚底板划过。哦，有哈。好，那这个网子就往后面溜。哎，不见了！来，没关系，脚再赶快去找。我找到了。脚比手还忙。有哈。这感觉就是对，脚比手还忙哎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为什么他不要穿那个青蛙装了，因为你多了一层厚厚的塑胶，你感受不到它在哪里。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是打赤脚最好的，你知道，你的脚还可以这样，你大拇指还可以这样，要不要？破皮吧。要不要呢？越来越熟了。对，就是不可以让它跑掉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好，人站定位就好，人不动。哎，阿贝，我跟你讲哦，来，换你来猜一下。哎，你猜好一下哦。哦，你也是。我去对面。脚一直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吻虾虎吧？对。哎，吻虾虎哎。我们这边很多。对，这个是那个叫做，我看一下，等我先把它拿出来。你知道秃头什么吗？对。秃头鲨，它也不会长很大，它就是专门吃虾苗。虾子长大的时候，它会去吃它。对，又回头再吃它了。就是它小的时候你欺负我，没有欺负到，等我长大，好往哇哈，小的。这个一只，哦，那个还，哎，很漂，其实蛮漂亮的呢。你看干干净净的，然后粉红色。对啊，哎，其实是干净的。从虾苗长到成虾，大约要花4到5个月的时间。而究竟这秀姑峦溪自然涌泉养出的玉里虾数量有多少呢？答案即将揭晓。哇，满满的虾！哇塞！它还是在这个池子里。前面再怎么拉都不会觉得好像很多，拉起来哇，这么多，太满了吧？这个哎，这个看到会疯掉，这个，哇塞，吃虾了，随手一抓就是虾，喂，钦差俩马乌，看这个，哇，随手抓下来，哎，要不要吃？这一把，好不好？炒给你吃。现在怎么分公母？比如说像这个公的，为什么？它在熬。哦，有熬。红色啊？橘红色的。这个
公的，母的，橘红色。公的，公的，哎，看头看身体，这只，母的，对，母的，母的，终于会了，这只公的，母的，它的头比较小，比较小。他说这一只是公的，这只为什么是公的？好，看它的螯，它的螯，它公的很明显会有这种橘色，橘色。然后还有它的头会比较大。哦，前端橘色。前端橘色，这个就是母的，像母的就会比较瘦。母的来一只，这两只不一样，形状就不同。我觉得很妙啊！当你要吃虾的时候，你很快就分辨公母了。但是叫你现在没有要吃之前，你要挑，我挑不太出来。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把公的放到母池里面去，结果那只公的就爽翻了？球缸啊，球缸啊，太多母的了，就会变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哦，球缸啊，对，公的，对，但是这个我们通常都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一滴血还是死掉的。你看它现在鳃没有在动，它已经死了，啊？为什么？一淋水就死了？它就专门交配它。哦，它配完就再见了。对，公的，对，公的，母的，母的，有没有？都母的，专门挑母的嘞。我吃奶杀手。以泰国虾而言，母虾头小身体大，虾肉多，肉质也比较细嫩，所以国虾餐厅通常选用母虾来料理。公虾则是头好壮壮，是钓虾场的主力，直接烤来吃，咬劲十足。天才小钓手，有没有？刚如果太早拉的话就没有，他就给你夹进去，然后拖来拖去，拖来拖去。钓况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但是就是钓的有点少，因为感觉上都是公虾，因为从刚刚到现在就钓太少了啦。哦，这样哦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放虾。真的哈？好，放我放。来，放点虾，要不然这样子其实大家怎么？不要丢太远了，丢这边就好了。哪里？就这里。好，你可以丢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就往这边放下去就会有，有没有这么佛的哈？说放虾就放虾，还可以指定放哪里？来了！我们这么多钓竿都没有拉到，一定要有！爽！这个在花莲钓鱼界号称最大的露天钓虾池，让我有种身在养殖池钓虾的错觉。除了有重钩率、果高的活跳虾之外，登爸爸还会不时提供当季自种的水果给钓客们当点心，也难怪揪钓团会大推了。这是你们揪钓团里面很厉害的，是不是？它只会钓虾，真的吗？对啊。他是谁教的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没有，是每个人帮他绑好，他自己钓。我跟你讲，女生钓虾就是有这个好处啦，真的啦。你看，我在吃，我的吧，我的啦，来喽。来，是你勾到我的，还是我勾到你的？是吗？1、2，打到虾，那要打败胡椒虾哦。像我们的那个青花虾料，像这个都可以吃，但这个花我已经30几年了，没有人给我剥虾。我来，真的假的？直接。待完第1点。是你勾到我的，还是我勾到你的？是吗？1、2、3，有了啦。我跟你讲说我的哈，我的哈，有没有？帮我。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花莲揪钓团就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看到 Q 妞就叫他帮你解钩就对了。这个是我钓最少的一次啊。我来看看我这钓太少了。你的拿起来看一下，看在一群护花使者帮忙教学的情况下，有没有比较好？有哦。不要放回停掉。花
花莲玉里钓虾初体验就在 Q-New 的双钩后完美 ending， 撒上粗盐放进烤箱，烤虾就是如此简单美味。不过老板竟然还加码一桌虾爆了的飨宴。我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风味的一个虾的料理，我从这边说好了。这是什么？马告。马告虾。我用马告取代了胡椒虾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用我们原住民的马告。对，那今年刚刚好就是这个时候有。哦。可以吃起来的时候，它会有一咔嚓咔嚓的。好吃。吃。哎，好吃！你说的是这个整颗的这个？整粒的那个，你吃。这个。对。就比较特别一点。好香哦。哎，马告虾，它打败了胡椒虾喽。那我们的这个木瓜虾料，像这个都可以吃，像这个花。这是什么花？就木瓜花，它有分公母。啊？这是母花？对，它可以专门两只吃。可以哦。对，塞一个吃。啊，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就是公的公花。在哪里？公木瓜那边。哦，苦的哎。对，我们的胃非常好。烤虾来一下。烤虾是。哎，来阿姨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烤。你烤的好。我帮他剥。不用啦。我帮他剥还会甜一点呢。不用啦。哎呦，阿姨，真的要人家剥虾还不简单。我已经30几年了，没有人给我剥虾。真的假的？赶快，以后要来就靠你了。我不嫌弃，哎，真的，不要嫌弃我。我不会，完全不嫌弃。哇，其实玉里这边其实非常好，吃到风味餐，对不对？来你们这边玩是很棒的。还有，直接，还有，你看。Q-New 就是得人疼，对不对？以后啊，要来这边吃虾就找 Q-New 啊，它叫 Q-New。Q-New 的意思好像是等一下Q-New 是要拉起来。Q-New。好，还有哪一个？不到1分钟的路程，我们参与了泰国虾的一生，而挺过了疫情的冲击，不论是钓虾场或是餐厅，希望都能重现人潮。秀姑峦溪提供当地养殖业优质的水源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它对当地畜牧业又有什么帮助呢？整个花莲县对比到西岸来说，其实它相当于从台北市一路到了嘉义的距离，但是产地到餐桌，它也是最近的距离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牛奶饼干、鲜乳馒头、炸过的鲜乳馒头、鲜乳面包、鲜乳火锅，都是鲜乳。我们在一个牧场里面，听说他们这里面牧场的牛蛮厉害的。好吃啊！哎，你好。这是我们的阿秀鲜乳。哎，阿秀鲜乳是你妈妈的名字？对，就是疼爱这个秀姑峦溪。这是你们自己的乳牛产出来的。是，喝看。啊，舒服，就感觉好像特别新鲜的感觉。因为都是现挤。哦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。鲜乳它没有办法，比如说现挤未处理就喝，对不对？牛乳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你的肠胃可以的话是可以的。我看个人肠胃。对。哦，那我的肠胃好像不太行。对，基本上在乳桶里面的话，怕生菌数会拉高，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低。对，这样子我们在制成的时候才不会有多余的生菌数拉高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因为如果把自己想象成小牛的话，它不会经过中间的任何的。对。比如说它不会先放到瓶子里，不会先放到杯子里才喝嘛，它会直接就是就喝。除了在北部超市可买到的单一乳源顶级真鲜乳之外，牧场限定的各式乳制品也是新鲜上桌。更称得上第一等的，则是牧场获得了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颁发的动物福利标章，而且还是全台第1只哦。最科技的应该是它现在眉头上面挂着蓝色的，类似我们的小米手环。手环，对，它有点类似它的走路的时间，对，吃饭的时间，然后它休息的时间，通通都会在电脑里面，然后它会替你分析，因为它住的家是固定的，所以它每一天走的距离也是一样的。多走少走都可能有问题。
哎，哦是哦，对，所以它会有电脑的监测他们的健康，就像比如我们戴手表，我每天走了多少步，消耗多少卡路里，我的心跳是多少，没错，它都会秀出来给你看。对，没错。OK， 哇，这个蛮酷的。现在所有酪农业都是这样吗？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也不认得他，他也不告诉我他什么时候生病。哦，对，他是在干嘛？扫地。对，他其实不是算是扫地，他是把他的草、他的饭都把它推靠近一点。哎，等等，他这个牧草，我们是从这边喂吗？对对对，没有错。你就丢在这边，然后他就会自己这样把它扫靠边。对，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没有手，他吃着吃着越吃越外面，他就吃不到了，就吃到外面去，然后你再用机器把它集中分成到两边。对对对，就摩西拨开红海的概念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他们两边的牛就可以都吃得到。对对对。而且我这里也发现一件事情。你们所谓的动物福只是给它很多的空间活动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让它这样整个塞满。其实我们很怕关在一起睡在大通铺的概念，很容易因为有人感冒啦，或者是踩到，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人有一个床位。OK。对，他会自己喜欢在他的床位上。然后这个床是我们动物福祉的最特殊的地方。特殊的怎么说？它睡在水的上面。水。对。说到水，在一旁享受水疗的乳牛更引人注意了。小范说，为了舒缓牛群的热紧迫，他们在牛棚装上了风扇以及洒水设备，每天固定让牛们凉快一下。至于水床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已经来过无数次牛的房间。哇塞！这真的是水哎！没错没错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牛其实很懒惰，它不喜欢动。对。那因为如果不透气的床会让它的就是会有褥疮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希望它更好的透气。加上这个水床，它在坐在上面的时候它会摇晃，对，让它比较透气，然后它就比较不会发生褥疮的问题，它也比较舒服。哦，也可以帮助降温就对了。没错。哎，水床哎，好酷哦！哎。哇塞！哇，哎，好好玩哦！这水是在哪边呢？在里面。它特殊的地方是因为牛很重，它可以承受它的重量，然后还可以让它很舒服在上面晃啊晃。酷哦！哎，那你一直拿扫把干嘛？我们要帮它打扫它的床位啊。啊？对啊，这是我们的工作啊。这个就没有办法用到机器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所以就是这个大概你们都多久会进来把它扫？我大概3天会帮它扫一次。3天扫一次。可以开始，基本上我们会把它的每一个床位扫干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OK， 它的吸尘器来了。吸尘器？对，它现在会把我们扫下去的牛粪全部都把它收到最后的水沟边，然后我们再作为是废水处理。哦。对，然后减少使用水。而且它不是一次就拖过去，它是很慢很慢的。对，因为有时候牛在里面的时候，它会才有时间可以站得起来，不然它会被它带走。你们光花这样子经营一个农场，光这些科技的设备，就其实是蛮大的成本。对，但是其实人工比设备更困难。动物福利标章是动社邀集各方代表制定出公正严谨的评分，希望能让全台上亿只的经济动物在友善的环境中成长，而我们才能吃得健康。总共有11项指标，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关键。给它来了，给它来了。哎呦。所以他们现在牛等一下从这边来，对，它会全部这样，对。然后到哪边去？它会从这边穿进去，然后开始。里面是什么？旋转木马。每一头牛进来的时候先扫过，知道说这一头牛，确认它的身份。然后产了多少乳，然后电脑会帮它记录起来。哇塞，它吸力蛮强的耶。597是我喂到的第一头牛。摘完第1点，它会从这边穿进去，然后开始。里面是什么？旋转木马。对。所以就旋转木马，它进去坐一圈，挤牛奶。
就是进来做个旋转木马，一圈完之后奶也挤干净了，对，然后就很舒服了，哈哈，假崩这样就回去了吃饭。哎，哦，他来了吗？来了，看一下，哎呦，哎来了，哎忽有庞然大物哎，他来了。他们自己会知道视图老牛了吧？对他们其实知道，他这时候就是要进来挤牛奶。哦，真的哦，视图老牛。对。哎，不要怕，进去，旋转木马，请。他会很兴奋，他等下越来越靠近我们。真的，后面要抢位置。哎，不是，我比较怕他。不会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对，还好。他们为什么不进去？因为我们在这边。哎，进去啊，这边。路口在这。进去 ，Libby get in go， go， 因为他对我们太好奇了。哎 OK， 哎，我跟你说，在这边，里面会轻松哦，轻松 comfortable， 知道吗？还是不进去？快点啦！哎，后面在排队了啦！哎，他们你先呐，进去啊！进去！前面全挡住了。对。哎啦，对啦，哎呦，来，Libby，嘿丢，嘿，几个来，好不好？然后后面谁要帮他？他会先清洗、检查，最后才是装杯。等下我们可以下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转盘形状的大型挤乳设备，以均匀的速度转动着，每头牛依照顺序一进一出，缓慢又令牛安心的节奏，更能提升稳定的乳量。他们从进来开始，我看到就是很多的消毒，然后把就是他们要挤奶的装乳杯全部都是做完整的消毒。然后他从这边下去到下面是哪里？他下去的时候他会收集桶之后他会送到我们冷藏去。直接从下面就送进冷藏了。对。哇塞，好酷哦！这整个是大机器耶。对，因为它其实1个小时大概可以处理300头。300头，哇！所以他们就每天早上4点半，下午4点，一天要挤2次。对。哇，他们产乳量蛮高的耶。然后刚刚它上面还有一个扫条码的机器，对，就是每一头牛进来的时候先扫过，知道说这一头牛确认它的身份，然后产了多少乳，然后电脑会帮它记录起来，跟它的小米环其实是搭配在一起，太厉害了吧！通过检测的生乳，以最短的输送距离抵达场内的乳品加工厂，经过杀菌、冷却、填充包装一连串的严谨处理后，产地新鲜即送，确保24小时内上架完毕。而我们喝到了新鲜，牛宝宝们更不能忽略喽。有看1排、2排、3排，所以这边是什么？它出生时间？对，还有这个啊，今天的。没错，今天有4只。出生的时间最多会是什么时候？一年四季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因为全年都有可能。通常夏天因为热，对，所以配种率比较差。对，那加了10个月之后，等那个2个月配种率就不好了。但所以每年会加2个月，加2个月。对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出生之犊，它们叫犊，对不对？对。犊子它们的出来之后到长成可以进到跟大牛一起，要多久？大概2个月我们就圈在一起养，就跟上幼稚园一样。就上幼稚园了。对，然后一直到14个月，才有做妈妈的准备，替它受孕。24个月，2年后生下第一个宝宝。那时候才有牛奶。懂了。所以在它还没有牛奶之前，我们要先喂它喝奶。对，我都简称我在存钱。每一头牛都是我的一个铺满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喂啊！哇，喂牛哎，你有喂过牛吗？你只有喝过牛奶，但你没有喂牛喝奶嘛？我现在就是喂牛喝奶。来，我们现在让它靠过来啊。Hello，它比较贪吃，从它开始，来，好奇宝宝，快点来。哇塞，它吸力蛮强的耶。它现在饿了，它很饿哎。597，你是我喂到的第一头牛。哇，好酷哦！它吃的速度好快哦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一头牛就吃掉1瓶嘞？对，它每一餐都吃1瓶。
哇，那在这边喂奶的人真的是蛮辛苦的哎，全职奶爸，没错。哇！还好本人喂过奶，很有经验，看到没？哦，喝完了，哇！我刚突然有个感觉，你刚拿给我这个奶，它是热的哎。对。为什么 ？OK， 它其实小牛适合39到41度的温度。哦。它其实不适合喝冷的。哦，懂了，就像母体出来的温度是一样的。没有错。它还很饿哎。对，但是它不能再多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开始学习吃饲料、吃草。如果你都一直只给它喝牛奶，那它不会长大。哦，对，就像是我们在教小孩子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是一样。没错。你要开始给他副食品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他的喝奶的时间呢，你就必须再拉长一点。你把副食品吃饱了以后，你还想喝奶奶，我就给你喝奶奶。但是如果正餐没吃完，要喝奶奶 ，no， 我家都是这样。告别了这群幸福的乳牛们，下一站是许久以前秀姑峦溪与红叶溪冲击出来的一块福地，现在也孕育了一项瑞穗特产。五鹤茶，它到底是因为地名命名叫五鹤茶，还是它的茶种叫五鹤茶？只要是五鹤台地这范围的，这个范围里面采到都叫五鹤茶。我说真的，我完全没喝过。五鹤这边茶的话，其实虽然它海拔只有3000，少一个0，300。对，那这样子海拔条件，人家既有印象可能会觉得啊，这样的茶应该怎么样？那其实它主要是它的早晚温湿度够大，那种湿气够重。那最主要是这边的环境土壤，那再就是说，好，你的品种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因素啦。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还是人的关系。你家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？我们家的话，其实应该说阿公的爸爸那时候是从阿公的爸爸，对，从杨梅那边过来的。当时1台斤，可是1公斤70块80块的，对，茶开始做。对，那时候只记得说，我们全部的茶做完，全部都要拉去大稻埕。哦，大稻埕，对，这边的是什么茶？这个茶是属于台湾做红茶的品种，它叫台茶18号。台茶18号，红玉，对。这个可以摘吗？可以摘。传说中的1心2叶，只要看到这个就知道它是茶。那这可以吃吗？基本上我们的可以直接拿来吃。真的哦。因为花莲其实推广其实先从无毒，那慢慢其实进入了有机的农业的部分。那其实基本上在这边采收的原料都不用担心。真的吗？可以试一个。你要挑哪一个？你要挑心还是叶？你要挑叶。好，那我挑心。好，千万不要把它直接咀嚼，就是含着就好了，因为咀嚼会已经开始咬了。咀嚼会苦涩，因为它还是原料。还有没有经过一些程序，它没有办法转换出这个香气。 1920年就开始经营的茶园，历经了4代的传承，仍然在瑞穗屹立不摇。他们使用天然肥料，零农药残留，遵循自然生产法和生态共存，通过了200多项严格的检验，产出了无毒有机的优良好茶。我记得小的时候。 我爸那时候在泡茶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很兴奋的拿了一个茶回家，然后他拿来他这样哦，然后还带了一个长长的杯子，他说来，哎，跟你讲，还一直跟我妈讲，然后我妈是他口中的茶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大杯给他就好了。他说没有，对，你拿到来，他倒去，把它倒掉，来给你。他讲，哎，有牛奶的香味哎，然后我跟我弟讲，哎，牛奶的香味怎么可能？他讲，哎，真的有牛奶的香味，然后喝起来以后就有一点牛奶的味道。 那是我第一次喝到用烘焙技术，但是烘焙的技术还是茶种的关系。茶种也有，烘焙也有。那烘焙常会产生像牛奶、奶油、饼干的味道，都会提到。我第一个反应说，大家可能对于金萱的印象，金萱就会有这种牛奶味。哦 ，OK。 五鹤台地因为有着秀姑峦溪以及红叶溪带来的水汽，除了有小绿叶蝉加持过的蜜香红茶闻名全台之外，其中加纳纳村在日治时代种植了大片的咖啡豆，还是台湾最早种植阿拉比卡豆的地区。那伟翔，不如先来杯咖啡吧。咖啡在五鹤台地的这边历史其实比茶还要久。哦，真的吗？哇，焖蒸，馒头山。 像我自己在家，光要练这个焖蒸跟馒头山，已经浪费掉大概1、2斤的咖啡了。玩咖啡变成是一种蛮时尚的事情，也是乐趣。对，就好像当初看爸爸他们在泡茶的时候，也会觉得不懂他们的乐趣是什么。那相对他们现在看我们，应该也不懂我们泡咖啡的乐趣是什么。以
前是绕茶壶绕圈圈。对，要先把那个紫砂壶有没有？先用水把它整个毛细孔先全部湿润过了以后，然后才会把茶冲下去，冲到那个茶沫整个从壶口这样溢出来了以后，干干净净再盖回去。哇，先喝一杯咖啡吧。香娜，好香哦！再找。都有绑过粽子哦。搞不好还绑过人呢。没有，我吃。好，抱歉。吃。来。待完第一点，香娜，好香哦。它不是那么攻击性这么强的咖啡，但它确实是让你喝下去会有一种还蛮属于蛮，你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品种，跟我喝过其他前中培的咖啡来做一个比喻跟比拟，它比较靠哪一个没有，它还蛮独立一个味道的。本地咖啡的话，可能会它比较温和，饮水一些。那还有一部分是这一支的话，是我们是用最传统的世界上最传统的处理法是日晒。中后段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我们讲的一些发酵单发酵味。发酵味。对，它蛮润的，蛮圆润的感觉，蛮圆润的，好舒服。以客家应景精神做好茶是伟翔的使命，但他也很有主见的把客家风味附加了许多新鲜的创意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我看到有柚子在里面。柚子，对，这个季节其实瑞穗乡的柚子的月份呢，就尽可能把茶叶把它塞到很紧实。OK。好，干茶，这喝起来什么感觉？我的动作比较快，我已经塞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塞的时候就两只手，尽可能把它塞满塞实来。好，它是怎么来的？我没有喝过，说在我完全没有喝过跟看过。好，那待会豆哥就可以。它的原理是什么？它的原理呢，其实就是来自于客家的精神，是这颗。这颗的话，它是虎头柑。那早期客家人的话，都是把它当做压神作用的。压神作就是拜拜。拜拜用。对，丢掉就觉得浪费，所以就把茶叶、中药、草药把它混合在里面。那以前煮饭是用那个炉灶嘛，对，那就浇在炉灶的排烟管上面。那在排烟管上面去用蒸的，那有太阳再拿去晒。对，甚至有些用蒸笼也有再蒸过一次。对，所以传统客家松香茶它有着9蒸9晒之称。但绑的时候呢，怎么绑？豆哥，我们都有上过同居课嘛？对，有。那我们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用最简单的绳结，我们就是从身体这方往前绕。我们绕完第一圈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要确定，先把它勒紧来。OK。勒紧完之后，转90度。对，这刚好上手，勒紧，然后再转个45度。对。豆哥有绑过粽子哦。搞不好还绑过人呢。没有。粽子。还记得我们打在这个固定座上面的第一个结吗？对，就是单结，就绕过去。然后拉紧完之后，右手拉紧，然后左手顺时针转。对。豆哥那个果然顺，绑过人就是不一样。最小这个什么？这个是要做一口干，那是台东的。它里面有茶。有茶。我要去被验证嘛，要把它。我们是袖珍博物馆是不是？那这个是砂糖橘，然后这个是四季柠檬。柠檬也可以。瑞穗乡这边有种植的果蔬类，我就把它全部洗一遍。这是百香果。百香果还蛮艺术的哦，但形状没类似。好像一个什么陶艺家，你知道吗？再就是这颗豆哥猜猜看是什么？南瓜。不是，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。是冬瓜。我们在东边，所以是冬瓜，不是，它是西瓜。哦，这是西瓜做的。西瓜小颗的柚果做的。哇，好酷哦！
啊，这也是个比较特别，是朋友的有机农场，是悬挂在空中的吊挂有机系统。4代茶园的茶有多优良，可以从数不清的奖项中来证明。而对伟翔来说，守成不容易，创新也不简单。为了让游客能在瑞穗待得更久一点，许多的体验活动就郁郁而生了。哇，好硬哦！它石头吗？接近快要变成对，原来果皮是可以变成像石头一样。对，会满意。好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个束口袋，束口袋把它套起来，把它套起来。OK， 套起来之后，我们会准备一把锤子。这个把它拉起来，拉起来。OK。好，先用这把。哦，你好讲究哦，雷神索尔对不对？对。你看知道，因为你看漫威迷现在看后面就知道了。那这为什么要绑这个？其实敲到后面有一点不够用了，所以我们要再试试看，说这个豆哥敲会不会出问题。所以我先把它绑起来。但是这会不会脱开来的？不会。确定哈？对。我敲喽。好，我先敲一下看看。好像感觉不太够力哈。因为这样子，我准备另外一个给豆哥。待完第1点。但是这会不会脱开来的？不会。确定哈？对。我敲喽。好，我先敲一下看看。好像感觉不太够力哈。因为这样子，我准备另外一个给豆哥。这个坏掉了啦。好，豆哥换这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哇，这好重啊！哇塞，不错哇，那我不要敲我手就好，这真的很重。我吃。好，后面。吃。好，再来。吃。没关系。哇塞，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再一次。好。所以它的果好香哦，好香哦！这我比赛的状况还能闻得到，那真的是蛮香的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？我们待会冲的话，就是其实皮是它最重要的，那皮跟茶要一起。一定一起哦。放这边吗？对，可以放这边。那如果是像这么大片，我会把它拆成几个小片。哇，好像我在剥那个普洱茶的概念。对，就不要冲到金属绿就好。哦，不要冲到金属绿哦。对。它用浸泡式跟用冲泡式的差别。浸泡式的话可以比较厚实，比较浓郁。大家喜欢比较清爽一点的话，可以用像冲咖啡一样的方式来冲。这个可以非常的多次。像这么多的话，我们今天一天应该都喝不完了。可以喝一整天的。这么猛？很猛，非常猛。那其实酸甘茶做一个，虽然说它耗时间，跟它的程序这么的繁琐，但是以它能冲泡的次数来说，它的性价比是蛮高的。它非常划算，对不对 ？CP 值很高嘛，所以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做。可以。但在家里要经过，就是你要怎么煮，跟怎么晒，你就要自己去想。哇，其实好漂亮真的蛮香的，那我闻得到。好不一样哦，好不一样的茶，好像我们用那个叫做中药里面的那个叫什么？陈皮嘛。对，有陈皮，还有另外一种是它直接可以吃的润喉的。罗汉果。对，泡出来的感觉。哇塞！我们也太幸运了吧！那只牛是要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大概在多久会生出来？它估计大概在2个小时，它等下就开始有点阵痛，然后它就会找个它喜欢的位置坐下来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出力。它如果正常胎位有正，它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大概2个小时左右它就会生出来。那你们会不会帮它吗？不会。除非有必要，不然的话我们会让它自己自然产，然后我们再赶快处理小牛。处理小牛的部分。对。所以这一区就是属于准备生小孩的。对，这里看到每一个都是妈妈，都是这个月要临盆的。全部都是牛妈妈没错。哇，那
现在你看它，它等下会越来越躁动，然后它会想要找到一个好安静的地方自己生。好酷哦！要生小宝宝了耶！有看到吗？对啊。Wish I could stop you from going under. Are you someone I can save? Feels like you're drowning in deep water, just trying to make it through each day. Wish I could stop you from going under. Are you someone I can save? 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